电线插头跟不断了怎么办？今天教你简单修复一下，立马就变得更加耐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说到电线的插头，像我们冰箱、洗衣机、电热锅、电视机、电风扇这类电器都会用到这种插头，因为我们经常会去拔插移动，时间长了，插头根部就会断裂。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，如果不及时更换或者是维修的情况下，就会造成安全隐患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更换或者是维修呢？特别是像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风扇上面的插头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更换的。如果更换还要找专业的维修师傅，维修一次就要几十上百块钱。很多人平时维修其实也就是维修错了，直接用胶布缠绕一下，这样就错了。因为插头根部的电线总是在折，里面的铜丝也已经露出来了。如果两股铜丝连在一起就会连电，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么今天我就教大家自己在家如何修复。可以看到插头的这一端基本上是看不到线了。像这种情况很多朋友就束手无策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家里面的小刀，什么修眉刀、美工刀都行，更方便操作。我们从它中间这里轻轻的割开，割上一道口子。在割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划到我们的手指了。同时注意看里面铜线的位置。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将它掰开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段铜线的，不过这里切割的时候掉了一个。捡起来发现，咦，这根胶皮里面没有线，明明是3孔插头，但是这根里边却没有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懂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用打火机来烧一烧，把外边这一层胶皮烤一烤。在操作的时候，我们把两边外壳给它往两头掰，这样更容易操作。烧了5秒左右，我们把外皮摘下来。现在这胶皮特别的烫，所以怕烫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戴上手套，做好防护工作。把有线的2根都这样操作一遍。现在2根铜丝就都露出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处理另外一头，用剪刀在断掉的这个线，大概距离线头4-5公分的样子，我们把它外面的这一层胶皮划开。划开的时候动作要轻，如果力量太大的话，很容易把中间的小线也划破了。抛开后可以看到里边有3根线，可是只有2根线里面有铜丝，明明是3孔插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把空的这一根给整齐的切割掉，这样不妨碍接下来的操作。接下来我们同样的用打火机烧一烧。我们用手轻轻的拉扯，外面的这个塑料壳就被取下来了。现在的线特别的烫哦，大家在做这个操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烫伤自己的手哦。经过我们这样处理过后，现在线就有连接的部分了吧？现在流行一种热缩管包覆法，就是将破损的需要修补的线，各种带皮的传输线似乎都可以用。外面套上一层内里带热熔胶的同颜色塑料管，然后用明火或者是热风枪加热包裹的套管段，直到管子受热收缩至所需内径尺寸，仅包裹住受损数据线外皮。那寻常家里都不会备有这种工具。那么这里我教你用我们随处可见的吸管也能操作。我们准备一根吸管，粗细根据铜线的大小决定，
然后我们剪下2到3公分的一段。现在我们就用这2段吸管分别套入2根铜线中，就能够代替热缩管来工作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将这2头的铜线呢拧在一起就行了，使劲拧成麻花状。像这样拧在一起，可以使2根铜线的接触面积增加，从而减少接触电阻，降低电能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，提高导电性能。拧紧后呢，能够有效防止铜线在使用过程中因外力作用而松动或断开，保证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。拧紧后，我们再把吸管套在铜线暴露的位置，然后用打火机烧一烧，这就和使用热缩管的原理是一样的了。两边我们同样的操作方法。这样就处理好啦。这样做一能做到绝缘保护，防止铜线直接与外界导电体接触，避免触电事故的发生，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。2、防水防潮，减少水分对铜线的侵蚀，降低短路或漏电的风险。接下来我们再把最外层的胶皮把里边的电线给包裹起来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给剪掉。这就和最初始的时候原貌一样啦。最后我们再用绝缘胶带将其包裹起来就可以啦。缠好之后，断掉的部位就变得非常的结实了。这时就不是这个位置受力了，用胶布反复的缠绕几次，让绝缘胶布均匀的裹在电线上，这样缠好之后的插头在用时就不是破裂的那个位置受力了，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，也不怕连电烧坏电器或者是对身体造成伤害了。全部包裹后就是这样的，它的外观看起来比较美观，而且现在断掉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牢固，中间的这一部分看起来更加结实了，感觉比新买回来的时候还要更加的结实。不管我们怎么摔，怎么弯折，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由此可见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棒了。刚才断到连根部都没有的插头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被我们所修复了，真的是又牢固又结实，并且这个方法也特别的简单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水清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方便，语句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